上一集我们讲到了尚文成功的制作出来属于自己的式神，并且为其取名为小拉夫，靠着他寻得了拉夫塔利亚的所在地。与此同时，半也靠着自己的式神克里斯得知了格拉斯他们的所在地，基于所指出的是同一个地点，所以借此判断他们在一起同行的可能性极大。Hello， 大家好，我是一路，现在让我们接着继续往下讲。虽然现在尚文与半处于人手不足的问题，但是毕竟拉夫塔利亚和格拉斯他们所处于敌国，而且树枝眷属武器持有者所处的国家与其是同盟国，所以被鲸抓住的可能性也不小。为此，尚文与半和利西亚带着2只小猛兽，靠半的同伴树枝眷属武器持有者艾斯诺巴尔德的高位传送去寻找。回来的方案按照艾斯诺巴尔德所说的，暂且预定一个固定的时间由他来接应。船只眷属武器的高位传送实际上只是在龙克沙路之间的快速直线移动。对于这个技能，类似于飞艇，虽然可以搞偷袭或者是支援，但是为了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尚文等人选择了最接近的地方下来步行前往。从飞艇下来后，前方是广袤的森林。尚文再一次询问小拉夫，这一次小拉夫和克里斯还是指向了一个方向。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呀？是和咱逃出来的邻国文化很相似的国家，不过怎么说呢，幕末时期一样的风格吧。向着小拉夫所指的方向继续前进，不久后便看到了一座城镇。只见街道上的冒险者们穿着新撰主一样的衣服，村民们则是穿着和服，裤裙倒是很明显。这座城的管理和之前的那个国家很是暧昧，除了边境几乎没有关卡，而且和邻国的关系也不是那么险恶，所以暂时不用担心咱们的打扮。大家会被当作是邻国的冒险者，继续按照2个小萌物所指的方向进行寻找。就在此时，发现了大排长龙的队伍。半去探查回来后，前方的小屋里好像有着什么稀罕物。看到如此长的队伍，比起卖御魂水的时候还要长，队伍都已经拐弯了，真是市况生钱。到底是什么稀罕物能吸引这么多人呢？要去排队看看吗？没兴趣，更加没有功夫。尚文现在最优先的事情就是要找到拉夫塔利亚他们，面对如此长的队伍，根本没有时间去排队。确实人山人海的。不过此时小拉夫却不断的鸣叫着，他对前方的稀罕物异常的想去看看。小拉夫是靠拉夫塔利亚的毛发所生成的，前方的稀罕物能让小拉夫有着如此大的反应，确实让人很是在意。半小姐，前方的稀罕物到底是什么呀？从天上落下来的长着翅膀的幼女，一人4只铜纹什么的。尚文的脑海中浮现出来菲洛的样子。话说回来，尚文最近满脑子都是拉夫塔利亚，完全忽略了菲洛也是要去找的事情。半，你们的世界里有没有长着翅膀仿佛像天使一样的种族？没听说过呀。你们那边有？虽然我没见过，但是确实听说过。而且我的同伴里就有一个长着翅膀的，乍一看就是一个小天使。她是严正一致，虽然不是什么天女，但是看外表确实挺神圣的。这次要不是小拉夫和利西亚询问详情的话，一不留神可能就会错过了。怎么办？要去排长队吗？总之先去队伍前面看看吧。来到队伍前面的尚文侧耳倾听里面传出来的声音，只听到传来了鞭子抽打的声音。不，主人，梅尔江。至今为止从未听到过痛彻心扉的惨叫声。那个菲洛有这样的哭过吗？快赶紧走钢丝。不，菲洛在哭喊着。从小屋里走出来的人议论纷纷着菲洛，虽然听不懂，但是那个天女好像说什么似的，很讨厌很害怕什么的。半的世界里听不懂菲洛的语言。尚文，是你的同伴吗？是的。现在应该考虑一下如何营救菲洛，但是尚文和半根本就没有对人的攻击能力，单靠利西亚和2只小猛兽营救是很难做得到的。如果要是拍卖的话，靠钱也能做得到，找个贵族利用御魂水巴结一下，以权势来解决营救。但是这个办法风险极大，很有可能会被刨根问底御魂水的来源，甚至菲洛还会被当作人质。另外也不能排除这里本身就和权势有关。现在应该先弄清楚菲洛到底是如何被抓的。这个国家和把半关进无限牢狱里的国家接壤，再加上和这个国家的那个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的天才术士大闹了一番，被这里的权贵认出来也不奇怪。不小心的话会再次被抓进无限牢狱，或者是被鲸盯上。半，你知道这个归谁管吗？这么大的活动，在冒险者公会应该很容易查到主办方是谁。菲洛居然能发出如此悲痛的声音，必须赶快行动起来。
等到夜深人静后，上文开始对菲洛展开了营救。大家蹑手蹑脚的来到了小木屋前，出于安全起见，半使用了他的技能，让大家进入了隐身的状态。除了大家彼此之外，外人根本就看不到。想要看到的话，必须使用高于半这个隐身技能等级的侦测型魔法。这个时候，上文的奴隶文开始起了反应，眼前出现了自己的奴隶所在的方向。菲洛果然是在这个小木屋里，这个技能是主人用来捕捉擅自逃走的奴隶的技能。果然上锁了吗？虽然看起来这个锁很是老旧，但是貌似好像连接着什么警报。如果擅自撬开的话，一定会报警。但如果我把报警器破坏的话，你能把锁劈开吗？那是没问题的。上文在双手上注入魔力，利用在首饰商那里习得的细工操作，对警报器开始拆卸。拆卸过后，没想到锁也发出了警报声。上文立即捂住了锁，将其声音压到最低，再加上半的隐身技能，对声音也有所作用，彻彻底底的封住了报警。半使用了尾突刀劈开了锁，大家顺利的进入了小木屋，在里面看起来就像马戏团一样。上文本以为很容易就找到菲洛的，但是找了一圈也没找到。难道是以菲洛鸟的形态被关起来了？这时奴隶文指向了大家前方的一个小笼子，里面关着一只半世界的亨灵鸟的雏鸟。半的技能瞒得住人瞒不住魔物吗？他不停地拍打着翅膀，奴隶文也一直指向他。半说道，怎么办？再让他这么叫下去的话，守卫兵会醒的，要宰掉吗？这只鸟拼命地贴紧笼子，把翅膀伸出了笼子外面。看到了这个样子，上文立刻想起来菲洛刚刚人形化时的样子。半，等等，上文询问着，难道你是菲洛？雏鸟赶紧点头。欣喜若狂的上文立刻对菲洛说，不要叫，否则会吵醒守卫的。菲洛示意的点了点头，安静了下来。上文很是疑惑，菲洛怎么变成其他魔物了，而且还被关在笼子里？上文仔细看了一眼，菲洛的背上贴着一张像符咒一样的东西，就是他改变了菲洛的形态吗？上文，现在怎么办？要破坏掉这个笼子吗？等等等等，先仔细调查一下，也许这个笼子是被什么魔法加工过的。上文用魔力赋予的要领，把手贴在了笼子上面。果然如此，这个笼子好像被什么增幅了一样，和菲洛背上的符咒有关。但那个看起来像符咒一样的是什么东西啊？那个是使役渣，用来使役魔物的。如果不用魔物的话，魔物就会被封印在渣里面，魔物显现的时候，渣就会融入到魔物的体内。但是贴在背上真的是好奇怪呀。上文心想，菲洛是我的所有物，应该是受到了我的奴隶文的影响，让其完全无法使役，才会变成这个样子吧。他们居然如此对待菲洛，怒火中烧的上文恨不得撕碎了他们。先救下菲洛吧，撕下来行吗？没那么简单的，需要用专用的渣与特定的魔法的。上文对菲洛使用的奴隶文是奴隶商提供的相当高级别的，比起临阵磨枪的渣和上文根深蒂固的奴隶文相比，一定不是一个次元的。试试看看归属咒文吧，菲洛你忍着点啊。上文发动了奴隶归属咒文，菲洛在忍耐的同时，他背上的咒符开始打卷。菲洛回头使劲地撕扯着咒符，咒符开始发出滋滋的声音。半，现在赶紧破坏这个牢笼，现在可以了吗？这个牢笼没有警报装置，先破坏掉。半瞬间斩碎了笼子。与此同时，菲洛的奴隶文闪出了亮光。菲洛趁势撕下了使役渣，上文停止了奴隶文的运作。砰的一声，菲洛人形化，哭喊着扑向了上文。菲洛不是在做梦吧？主人，你来救菲洛了，对吗？不是做梦，不是做梦。拉夫，拉夫，这孩子是谁呀？和拉夫塔利亚姐姐一样的气味。她是我的式神，是一种生物，用拉夫塔利亚的毛发制作的，所以气味很相似。哦，那我请多多指教啦，小小的姐姐。就在此时，那个逼着菲洛给他赚钱的稀罕物商被吵醒了。什么人？快快出来！哎，看来半的魔法已经到极限了。上文来到这个世界总是被小看了呢，他居然如此对待我的菲洛，这次决定要好好报复一下他。菲洛可是让上文一直当做女儿养大的，居然如此的对待菲洛。上文决定这一次一定要让他知道一下什么叫做地狱。上文把自己的盾牌切换成了夜之盾，发出了他专有的效果，夜之声，阴森恐怖的声音回荡在室内。除了上文以外，大家都捂住了自己的耳朵。伴随着引出幻觉的声音，让稀罕物商陷入了极其恐怖的幻境。虽然不知道他看到了什么，但是他挥舞着剑一直退到了墙角。与此同时，小拉夫的尾巴也一动一动的在编织着魔法。
看来他和拉夫塔利亚一样会使用幻觉系的魔法，这让西汉无伤更加的恐惧了。尚文向前靠近，挥刀乱砍的西汉无伤，一个雷电盾便让其触电倒地，紧接着便是一个监牢与夜之盾的组合技把他关在里面，极大的惨叫声在里面回荡着。随后尚文在他身上榨取了所有事情的来龙去脉，最后又送了一个组合技能给他。这时窗外来了很多捕快一样的人，把这里围了起来。看来是尚文他们闹得太欢，已经有人报警了。此时经典台词又出现了，里面的人听着，现在我警告你们，赶快出来缴械投降。随着大家伙商议着应该怎么办的时候，谁搭理他们呢？让他们自己喊去吧，咱们走。随后尚文使用了传送盾，将大家带回了之前和艾斯诺巴尔德分开的森林之处。在半惊叹这个技能的时候，尚文说道，现在快闪人吧，闹出这么大的骚动。大家又一次引起了骚动后，在夜幕的掩护下逃跑了。未完待续，我是一路，谢谢观看，喜欢的小伙伴们还请点赞、留言、关注、分享，谢谢大家。